消息称，特斯拉计划在未来1-2年内将所有其他零部件都更换为中国以外地区生产的零部件。马斯克的特斯拉要求供应商在其美国制造的汽车中排除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加上最近不安定且有升级趋势的周边环境，这是不是马斯克已经在为最坏的结果提前做安排了？或许他已经知道了些什么消息。你敢相信吗？如果马斯克今天宣布特斯拉退出中国，明天那几个国产新能源的价格就敢翻1倍的卖给你。油价也是，国际涨了它也涨，他说呢是受国际的影响，国际降了它不降，他说他和国际不一样。美中贸易争端与地缘政治紧张，使关税波动成为了企业无法忽视的风险。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决定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当中逐步剔除中国制造零部件，并且要求供应商寻找替代来源，目标是在未来的1至2年之内全面实现非中国零件化。这举措不仅是企业策略的调整，更是全球供应链格局变化的缩影。继特斯拉之后，通用也开始了。简单说，就是要求上下游供应商在2027年之前全面停止采购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同时找到可以替代的产品，甚至要提前1年完成。特斯拉带头去中化，真相太现实。家人们注意了，特斯拉这波操作藏不住了，要求供应商1-2年内全换掉中国零部件。通用汽车更狠，直接定了2027年底清除所有中国部件的死线。这可不是单一企业的任性，现在美欧企业都在跟风，苹果把苹果生产线搬去印度，耐克50%鞋类生产要移出中国，连星巴克都在卖中国业务的股权。那么这些企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试图在关键技术环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自疫情扰乱中国供应链以来，特斯拉就开始推动零部件多元化，鼓励中国供应商在墨西哥等地设厂。但真正加速这一进程的是川普总统今年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特斯拉很担心加征巨额关税，到时候再用中国零件成本就会很高，车价可能会飙上天，根本就卖不掉。所以呢，他们提前将其供应链完全撤出了中国，规避未来的风险。特斯拉不仅在零部件上剔除中国元素，也在电池供应链上进行调整。过去呢，宁德时代是其磷酸铁锂电池的主要供应商，但特斯拉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制造业务将不再使用这家中国企业的电池，并且计划在内华达州建立本土生产基地，预计2026年投产。别动不动就让特斯拉滚出中国，大众、奥迪、丰田滚出中国，你支持国货没问题。我就告诉你，如果他们一旦离开中国，你连国产车都开不起。如果没有苹果手机，遥遥领先你都买不起；没有百事可乐，遥遥领先的饮料你也喝不起。如果让国外的石油企业进入中国，我们的油价也就3-4块钱一升。如果说没有大众、丰田、奥迪，我们将面临10几万人的失业。所以说，不要打着爱国的幌子去打压那些合资企业。中国市场需要平衡，需要竞争。如果说真的被国产车垄断了市场，那我们大部分人将回去蹬自行车，你信不？特斯拉近年来在中国市场遭遇重挫，不仅销量下滑，市场份额缩水，还不断受到本土企业强势崛起的冲击。有业内人士指出，特斯拉困境并非是孤立，而是外资企业在中国陷入所谓的养套杀模式的又一典型的案例。2019年，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上海出席超级工厂开工仪式，中共政府为他铺上红毯，媒体更称其点燃中国电动车产业。当时特斯拉被视为是外资进入中国的典范。然而短短6年过后，情势是急转直下，中国消费者逐渐转向更便宜、功能更多样的本土品牌，比亚迪、小米汽车等迅速崛起。2025年初，比亚迪2个月销量高达48万辆，年增逾70%。特斯拉同期仅售出了6万余辆，反而年减了14%。2021年的市占率为11%，而2025年跌至了4%，而比亚迪则攀升至了29%。特斯拉在中国的遭遇被不少评论家视为中共养套杀模式的最新案例。那么这个所谓的养套杀，即中共先以庞大市场与政策优惠吸引了外资进入，随后呢，中企借助技术转移、合资甚至是商业间谍等方式获取外企的核心技术，最终将外企挤出市场。上海超级工厂曾是特斯拉全球产能的半壁江山，但是呢，在合作过程当中，
中国企业借助特斯拉技术与产业模式快速成长，反过来成为了竞争者。这种模式在中国对外资企业屡屡上演。最近一大批核心外资消费品牌正在谋求退出或者是部分的退出中国市场，这背后既反映了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消费力的薄弱，也反映了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之下，外资品牌的求变求生存之路。11月4号，星巴克将中国业务的60%出售给了博裕资本。紧接着，在11月10号，汉堡王母公司 RB 宣布将中国业务的83%的股权出售给 CPE 元丰资本。Costa Coffee 和 Peet's Coffee 的中国业务也在出售当中。有博主指出，除了餐饮业，零售品牌也频频动作。作为体育用品巨头的迪卡侬，据传正在出售中国区部分股权，以优化资本结构。宜家的购物中心业务同样出现在抛售名单之中。一批我们熟悉的洋品牌，不是已经被卖掉，就是正在寻找买家。那么如果只是某一家外资撤离，大家或许是见怪不怪的。但如今呢，大批外资接连撤出，背后折射出的可能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疲软。而消费不振的深层原因之一，正是中产阶层的滑落。中产阶层的最大压力，一方面来自降薪裁员，而另一方面则是房价下跌。这段时间公司一直在裁员，本以为下周才公布，没想到今天就开始谈了。今天早上领导找我谈了这个事情，裁员没有我，但是提成取消了，相当于3万降薪到了2万，6险1金维持不变。另外小组里的人呢，也必须要裁掉3个，裁掉了这3个人可以拿到 N+1 赔偿，但算下来没有多少。博主是一名北漂，他说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不容易，如果在家乡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有谁愿意漂泊在外呢？裁员对在外打拼的普通人来说呢，格外残忍，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家立业、背负房贷的人，压力更是沉重。如今在北京地铁里，你会陆续看到拖着行李返乡的人，眼神里满是失落与心酸。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该如何向家人解释，担心得不到理解。他感叹道，今年在北京打工真的是很难，但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眼前困境只是暂时的，日子终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被裁员了，今天是我在公司最后一天，前段时间被通知降薪，现在又经历裁员，这次裁员真的很突然，今天就去公司办理离职。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告诉了我的好朋友，朋友一直在安慰我，让我别想太多。在互联网深耕了4年，没想到31岁就要下岗了，这次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现在公司业务不太好，一部分项目不做了，我们部门裁了好多。其中一个被裁的同事，去年刚在老家买了房子，每个月还需要还房贷，养孩子压力更大。博主说，这次突然间被裁，让他一度觉得前途渺茫。在这个年纪，他也不确定还能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靠着一步一步的努力，从小乡村走到大城市。如今31岁了，还没有结婚，但他坦言自己很焦虑。同事安慰他，劝他别太担心，趁着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出去旅游散散心。他也明白，人生不可能永远是一帆风顺，未来路还很长，他会继续努力地走下去。我们要裁员了，今天早上刚到公司，领导就找我们谈话了，大概的意思是说现在项目营收不好，我们小组的人效太低了，财务那边要求缩减人力成本，虽然领导已经尽力争取过，但无济于事，仍要裁员，暂定的名额是1个。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平静，甚至都很想自己来接这个财神，可见我们已经陷入困境很久了。这2年大环境不好，对于裁员大家都有点司空见惯了，并不抵触被裁员。博主说，去年6月，公司也进行过一轮裁员，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按照 N+1 的标准赔偿。这些被裁的员工大多是刚毕业1-2年的年轻人，有的只拿到半个月工资，有的则拿到1个月。那么至于这次裁员的名额究竟会落在谁的身上，据说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无论是谁，大家心里都难以真正放松，因为即使没有被裁掉，留下的人就要承担更多的工作。所以大家还要继续为业绩拼命，直到公司业务真正好转，或者迎来下一次裁员。宇航这边一个知名的上市 MCN
经过半年的裁员，从原来的3000多人裁到了现在还剩1500多人，几乎裁掉了一半。而且现在还在更改了薪资架构，变成了就是变相降薪了，把原来的基本工资砍掉了一半，拿出来做绩效进行打分，然后有很多人就不服气啊，然后就离职了，没有 N+1， 没有 N+1 的话，对一些干了4、5年的老员工其实还蛮亏的。博主说，如果被裁员工选择走仲裁程序，其实是一条相当麻烦的路。首先呢，劳动监察机构往往并不站在打工人这边，而是更偏向于公司，因为公司要缴税。其次呢，如果去仲裁的话，需要自己先收集材料，提交申请，然后排队等待。不同地方等待时间不一样，有的排上2、3个月才能够开庭。而更麻烦的就是公司还可能会提出反诉。这样一来呢，整个过程耗时耗力，真的是让人难以承受。随着外企不断撤离，中国打工人正面临失业潮，而这个撤离的趋势还在持续的加剧。最近透露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日本也在加速去中国化。你逛一逛优衣库就知道了，你把优衣库的衣服翻开一看，看到的产地，以前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但是现在很少 Made in China， 都是 Made in 越南啊、老挝啊，还有孟加拉国的这一系列国家。为什么不 Made in China 呢？是我们的生产成本高了吗？这可是一个说辞，其中更大的原因就是日本随着美国、欧洲一起去中国化，这个是占最主导的因素。博主认为，所谓的去中国化，分明就是中国人换了一个地方干活儿。这几年贸易战一打，国内不少企业都往越南、东南亚往那边跑。富士康、立讯这些不说，连海外的企业也扎堆往越南、北宁那边。可你猜怎么看啊？去那边全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厂里用的全都是我们中国的设备，那开厂的还是我们中国企业。来这些产业链生意圈都是我们中国地界转过去的，结果呢，咱们这一帮人这些资源呼啦一下子全挪到国外去，结果说白了，这就是去中国化。特斯拉去中国化的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地缘政治、成本、市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因素中，关税问题首当其冲。特斯拉忌惮高额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为了降低风险，选择了跟风避险。同时，政策因素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政策的不确定性让特斯拉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布局。博主说，特斯拉进行供应链调整并不容易。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地，拥有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资源。特斯拉想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会面临重重困难。那么对于全球汽车产业来说呢，这一变革可能会引发供应链的重新洗牌，促使其他企业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多元化与稳定性。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